灯球啊，秦归买的，发错货了。没错，都爱死他了。是不是让你想到我们大选舞会的时候？我太怀念大学的舞会了。你还记得我们俩这张照片吗？啊，那谁？我跟你呀。我你，我怎么没有这张照片？刚开学的时候，那个谁，我忘了，他买了一个新相机给我们俩拍的，在校门口。哎，咱俩现在的技术都加在一块儿，也没有办法把咱俩变回这个校园版本的时候。还真是啊。哇，岁月不饶人，你老了，我老了，我没变，你看，一点没变。你变美了啊！让我看看你都做什么医美项目？没做。苹果肌啊！我收了。你带去哪啊？还有明儿。不行，干嘛？看到就是我的。想我再洗一份给你，行吗？啊！死你了，周静文，你一点都没变，跟你的酒量一样，样次。我酒量次啊哈！我酒量可好了，我从来没醉过。哇，你对你自己有什么误解？研一，8个人都没拉住你，非要把那一盘的肥肠，红尘小火车，还用韭菜缝，是不是你？臭死了！你还非要放进你的包里，你还记得我？你所有丢人的事儿我都替你记。老邢就是他，一直管我喝酒，这个老色棍，哼，看上你了，你还不拒绝他？你刚才敢来灌我酒吗？我一巴掌呼死他了！哎，还不是为了离手术才能够再往前站2步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张开口就有的吃，我得靠自己努力啊。那你是光看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打。我下苦功的时候，你估计还在宿舍睡大觉。我都看见了，不然你怎么会一直是我的假想敌呢？那你得好好感谢我这个敌人。要不是我，你能被一步一步逼到今天这个专业高度。来，是我假想敌。你今天买的是我假酒。我怎么觉得我越来越清醒？你都上了几10趟厕所了，代谢都代谢完了。你是不是肾不好？你有没有医学常识？这恰恰说明我的肾非常强。不要反驳我，我要变身了。变身，我来拿一个肥肠让我来缝缝。要不你把你肚子剖开，你缝你自己的肠。那我得缝你的肠，我给我撕开。你知道吗？最近我才发现，我妈跟我弟都跑来荣春住了好久。哎，你那天跟我睁眼说瞎话，非说那人不是你妈，我都没好意思揭穿你。你们那个眉眼长得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你撒这种谎简直是对我专业的羞辱。我没有要骗你。我从大学之后就离家，也没跟他们联络，而且我才发现，我妈得了阿兹海默。到什么程度？初期。但是这病发病也不可控，说不定再过几个月，她就不认得我。认得也挺好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最大的目标就是离开家，离开他，对他只有恨。但他要是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这恨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意义。当然没。我小时候最大乐趣就是跟我爸对着干，太专制，像个暴君。身边人都必须按照他的想法生活，否则就是错。而且这个人毫无审美，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。
我妈那么爱美懂美的人，居然跟他过了大半辈子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我一直都觉得，我反对我爸，就是在掌控自己的人生。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我跟我爸其实特别的像。甚至我也没有多关心我妈，我都没有为她做过些什么，跟我爸就是一种人，都是自私的混蛋。火车。他就是录制的录音师。陆医生，乔主任一直在给你打电话。看一下。哎，我才来啊！怎么了？年轻人，赶紧的，你跟我救人去，你去手术室等我啊！姐呢？去厕所了。小川，趁我姐不在，你给我治病吧，我不能没有腿，求求你了。放心吧。你好，我去找你。你好。彤彤，不好意思，这里不能进，我们也是这里边的。天呐，不做手术，字儿也没见，你就这么一个智商。乔治，有人在门口闹事儿。石总，以后随时来啊，直接找我就好了啊，好吧？那个还有，大家可以加 CC 一个微信啊，以后找他可以打折。这边。那你们隔膜就能推换点是吧？要是领导过来，我说了，我没签字，手术我做不了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都经我同意，你跟我没做手术，我都没签字。没事，我来处理啊。你先冷静。等会儿，怎么回事？我能问一下，为什么不经过患者家属同意就做手术呢？你问他。是什么项目的手术？谁主导？我。就是他，我没签字，非要给我妹做手术。好，你等一下啊。你不是开会去了吗？这不是被紧急手术给招回来了吗？他妹妹身上有100多处的感染病灶。因为之前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，现在情况非常糟糕。要是不立即手术的话，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为什么不同意做手术呢？我不信任他。如果这就是你最后的决定的话，我恐怕要让老师失望了。那随便呗。我知道你怎么想，你觉得不差这几个小时，但病人真的等不了。我们也不应该拿患者的生命来赌，对吗？如果这间医院没了，咱俩后半生至少问心无愧。但如果病人没了，我敢保证咱俩不会好过。我要是不进去，你妹妹就会死。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？
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发生过，而且我可以跟您保证，将来也绝对不会再发生。放心。妹妹什么情况？特殊情况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参与这场手术，我们都有可能丢工作，最糟糕的后果很有可能把这家医院干黄，所以大家考虑一下，自由选择。来都来了，先做了再说呗。能把医院干黄，太荣幸了。那就干吧。我来搞定右腿，你来给左腿清创。他就是李启。我就是李启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我会配合你们调查的。晶晶，帮我保管好。不，按规定这个不允许，我们必须带走。我可以自己拿吗？可以，带着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让严冬在留观室再多观察一阵再回去。啊？怎么了？陆军跟李启被抓了。啊？什么情况？前段时间我跟卫健委反映了那个医美培训班，才知道他们早就盯上李启了。领导很重视，联合了一些单位一起调查。一查不只是非法培训，跟他们有关那些什么机构啊、诊所啊，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李启逃不掉了。顾全转让协议签了吗？没签。老唐这次这么爷们儿？不是老唐，李启。啊？哦，那看来老天爷这次是站在咱们这边了。嗯。那石静呢？他还有可能吗？师姐，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你手术做完了，家属签字了，程序都完备了，您再考虑考虑。哎，两位女士，其实啊，你都用不着跟我解释，不就是你替患者考虑，家属倒打一耙，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我才决定弃医从商的。完全理解。博进是这个行业的龙头，当然要谨慎，要讲规则、讲流程。不过博进不就意味着搏一搏才能进步吗？我看过您的采访，博进之前是做进口医疗器械的小公司，还挺赚钱的。但是在发展最好的时候，您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，拿出所有的身家投入生产线，专做医美器械。这到今天也是一个冒险的决定。当时这个医美才刚起步，大家只认国际的大牌，要做国内的品牌还真是天方夜谭。你看的采访可是够早的，但是这跟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？是，我承认今天所有的流程都有些瑕疵，但师姐，以您的眼光还有格局，不会为这点事情影响您的判断吧？你口才不错。说实话吧，在我们这次考察里，你们的流程在所有机构里边，应该是最规范的，也可以说是遥遥领先，没有之一。那您为什么不选择我们呢？因为业绩。感情您之前放的都是烟雾弹。我就说吧，我印象中的大师姐可不是那么死板的人。我要是不放烟雾弹的话，怎么才能看到我真正想看的东西呢？对吧？你们的业绩呢也不错，但是接近15%的利润率，没有达到预期。您刚才说您是弃医从商，我觉得还真不算。我们革命1年的流水都比不上博进1个月的利润。如果纯是为了利润，您就投资洗浴中心就得了，何必来投医院呢？
再说，博进的口号不是一直倡导医美行业要尊重专业，回归医疗？要我说，你还是放不下当医生那颗心，对吧？是啊，师姐，我们做医生的最重要的就是患者了。我跟您分享2个小数据吧。今年的革木复购率到达了92%，这个客户的规模也比去年的成长了1倍，这是患者真实的选择。我之前给你发的那些资料里面都有显示。所以师姐，徐总，该登机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好，欢迎你们2位到上海来，到时候我请你们2位吃肚子哈。太棒了！那个